激战开始，10分钟双方狂烧6万亿。林阳，基金会现在投入多少资金了？光是明面上能检测到的投入已经有5万亿了，还在继续增加中。而我们为了压制对方，总数已经对冲了8万亿了。Boss， 对方子弹比我们多1倍，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反而用前海战术压制，这能行吗？必须得这么做。如果做长线，基金会和霸国虽然一定会很惨，但不至于伤到根基，最终还是能利用霸联储收割全世界回血。次贷危机是最大的一次机会，我有生之年已经等不到第2次这样的机会了，必须拼一把，即便拼上我的命。金总，有大量做空资金入场，有人在帮我们。多少资金？就这一会，投入的资金已经超过1万亿了。ABX 指数被死死的压在谷底，没有半点力气反抗了。1万亿，这么大的资金量，是哪位大佬出手帮忙了？刚刚三爷说是西门家的账户里加了10倍杠杆做空的。西门家难道是商利？他怎么这次站队我们这边了？他不是站队咱们这边，而是站队利益这边。你可以说我们的商大少自私，但不能说他没实力，他的眼光还是很毒辣的。是啊，何秘书，你一直觉得商利菜，那是因为你一直拿他跟金总对比。你跳出来去看看商大少没跟金总对着干时的战绩，说他是年轻一辈里最顶级的强者，也毫不夸张。说的也是。既然连商大少都加满杠杆站队我了，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呢？继续做空，必须把恐慌的情绪拖到收盘。明白。几百亿、上千亿的沽空大单急速刷屏，收盘时 ABX 指数最终定格在了负21%。汇报一下今天的战况。随着三金的询问，豪门家主、各国鸿蒙会会员纷纷将目光聚焦在羚羊身上。ABX 指数从开盘到现在总共下跌了21%。我们今天总投入沽空资金为9万亿，总计盈利2213亿。这个盈利看似不是很爆炸，但前提是霸联储今天降了200个基点，贝尔斯等公司明确发布了援助公告，基金会做多资金高达5万亿。在这种世界第一经济体放出史无前例的大招，次贷危机的引爆点被浇灭的情况下，还能有盈利，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。不要忘了，金总手里还有大量的 CDS 啊！对，ABX 指数因为对手的对冲，我们赚的不是很多，但因为 ABX 指数1天之内掉了数十年来的量，次贷债券和房价全崩盘了 ，CDS 的盈利已经涨上天了。目前粗略计算，预计盈利起码有5万亿。话音落下，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。诸位，现在还不是我们高兴的时候，金融市场风云变幻，只要资金还没套现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今天是对手胆怯了，没敢跟我们大量对冲。如果他们今天敢跟我们对冲到10万亿左右，我一定不可能继续莽下去的，因为对方的子弹比我们多了整1倍。我这个老弟1天内硬逼霸联储降200个基点，让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吃瘪，却还能不骄不躁，真是太难能可贵了。这一战看得我心脏病都快犯了。咱们这些老东西，大风大浪不知道经历多少，生死战都搞过很多次了。可是今天这样的顶级的盘口，估计这辈子就这一次了。有三金操盘，我就放心了。商先生，咱们今天一共盈利了2300亿，明天要平仓吗？明天基金会一定会反应过来，跟三金对冲前海战术，暂时先别加杠杆，短期做多，长期看空，等时局明朗了再满杠杆全力冲刺。三金啊，三金，你别让我失望啊！我们现在亏损如何？投入的5万亿资金，现在浮亏了4万亿，不过账面上可操作的资金还很充足。一天就亏了4万亿，这不是要老娘的命吗？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啊！所罗门，明天开盘你一定要拿出策略啊！三金到底是哪来的自信？临近收盘，居然还敢砸2万亿？难道他手里的子弹比咱们的多？你们说我们的钱会不会全部输光啊？都给我闭嘴！告诉我，三金今天一共投入了多少资金？有9万亿的资金是他的，还有1万亿来自大夏，估计是他的援军。孩子们那边有情报消息了吗？三金手里的资金到底有多少？我刚刚问了，三金在大战之前曾经得到了大夏各大豪门的资助，鸿蒙会会员也都不遗余力的帮忙，估计他手里起码有30到40万亿。闻言，所罗门终于松了口气。呵呵，我大概清楚三金的打法了，开局就疯狂梭哈，用气势镇住我们，一旦我们不跟，那前期的投入就被他收到囊中了。持续这样一段时间，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，他的子弹已经跟咱们不相上下。那明天咱们怎么打？这种打法很容易破局，只要跟他对着砸，砸到一定程度，他是绝对不敢跟的，因为他手里的子弹太少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可是次贷危机已经爆发了，房价、股市都在疯狂下行，这是砸钱对冲就能解决了的吗？贝尔斯等时刻已经过去了，市场信心在恢复，这个时候只要维护住 ABX 指数，把三金给按死了，然后再想办法治理通胀就行了。至于房价，顺其自然吧。此时，华尔街的一间会议室内围坐着10几位商务精英。各位兄弟，我请你们的目的，想必你们都已经心知肚明了。我呢，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你们手里应该有不少贝尔斯等公司的借贷吧？我希望你们明天一起去要债。你想逼着贝尔斯等破产吗？各位都是干这一行的，次贷市场和房市现在是什么尿性？各位比我更清楚。次贷危机已经来了，这是大事，我们干嘛不顺势而为呢？逼贝尔斯等破产的话，那次贷危机就彻底爆发了。金融危机来了，那些从我们这贷款的公司只可能跌得更惨。
就更不可能偿还我们的贷款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要帮你？做空 ABX 指数是可以加杠杆的，收益率远在贷款之上。现在霸联储明显是不管你们的死活，把利率都降到1.5了。与其把这些钱几乎算是白借给那些上市公司，不如拿出来做空 ABX 指数。而那些还不了贷款的公司，你们还可以法拍他们的抵押物吗？多少总能收回来一些钱的。雷克塞尔的话让在场众人不寒而栗。真要是这样的话，不知道有多少中小企业倒闭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失业。新的交易日到来，豪门家主和鸿盟会成员们准时出现在了大屏幕前，观看这场绝世之战。诸位，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，对手为了扭转局面，开盘之后一定会用海量资金急速买涨，把 ABX 指数抬起来。这次我们的策略要稍微改改，开盘对冲的资金不要像昨天那么猛啊，以防守为主。不过等我命令，随时准备反攻。后续资金准备好了吗？95万亿资金已经全部打到100多个操作账户上了，随时可以操作。昨天三金利用心理战术略占优势，我承认这个对手有点小聪明，但是昨天霸联储降息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了。今天我会让贝尔斯等公司联合霸联储一起开一场发布会，弄死三金只是分分钟的事，直接砸5万亿买涨 ABX 指数，10分钟内完成所有操作。10分钟5万亿的做多量，让 ABX 指数迅速拉升。次贷危机要过去了，开始反弹了。房市终于有希望了，还好我手里的房产没在最低点抛售。一定是降息的作用，大机构开始看着霸国房产了。喜悦的情绪充斥着整个霸国股市。商力则是开盘就买涨了2000亿 ABX 指数。商先生，您可真有眼光啊！开盘真的大涨了。再丢3000亿进去，还是不要加杠杆，持续到三金那边有大动作就全部平仓。新任证券的操盘手们看到如此疯狂的买单，一个个头皮发麻，太可怕了！10分钟5万亿的做多量，金总说对了，玩前海战术，咱们是玩不过对方的。兄弟们开始技术性防御操作，开盘10分钟，双方就展开了无与伦比的激烈对轰，交易总额达到了恐怖的6万亿。好，看来咱们猜的不错，三金果然是在炸，继续给我砸1万亿的量，如果对方敢对冲，那就双倍于对方的量。盖斯，你那边准备的如何了？我们已经商量的差不多了，待会就准备开发布会，以稳定市场信心。呵，等贝尔斯等挺过来了，这次的危机就算是彻底过去了。雷克塞尔，你们准备好让贝尔斯等破产了吗？